观音菩萨显灵，赐下佛之重宝舍利子，引来南梁国僧侣的争夺，围观百姓也纷纷参与其中。传说这舍利子乃是在世佛陀涅槃之后留下的佛门无上至宝，蕴含大法力、大智慧。若是被得道高僧持有，能从其中领悟成佛的智理。南梁大法寺的广智老和尚心怀大志，一直都想称霸中原佛门，所以对这枚舍利子志在必得。为此，他布下了周密的计划，却不曾想被老对头破坏。大国寺跟大法寺一直互相针对，哪怕他得不到，也不能让广智得到。可这一番操作却把路边的达摩看迷糊了。你们抢啥呢？舍利子明明被他们送给小金龙了啊！原来这一切都是老和尚伪造的假象，观音菩萨什么的都是他施法伪造的。在一个有法力的世界，不得不说他真的是胆大包天。其实老和尚也想拿真的舍利子，但奈何打不过达摩。在此之前，舍利子一直被女孩高小婵保管。老和尚闻讯前去抢夺，被路过的达摩暴揍一顿。事后广智痛定思痛，决定智取舍利子。达摩不远万里来到中原，为的是什么？是传播大乘佛法，而这自然离不开统治者的协助。南朝梁武帝崇敬佛法，在老和尚的劝说下，当即准备召见达摩大师。而广智也趁此机会绑架了高小婵三人，严刑拷打，逼问舍利子下落。可因为达摩的另一个敌人刘知三藏使坏，导致他没能见到梁武帝，很快就回去找女孩他们，发现人不在，舍利子被丢弃在角落，瞬间意识到出事了。另一边，老和尚还在翻床倒柜，达摩施展轻功从天而降，区区几个小秃驴还不是他这个佛门大师的对手。但广智不愧是老和尚，竟然拿女孩的性命做威胁，简直丢尽了佛门的脸面。可为了舍利子，他才不在乎这些呢，放出话来让达摩拿宝贝交换。然而在对方愤怒的眼神中，将女孩抓走，囚禁在密室之中。老和尚冷冷一笑，不知道又拿出了什么坏主意。另一边，刘知三藏正在吃饭，广智悄悄来到房前，对方眉头一皱，甩出筷子。随后徒弟眼空飞身而起，你这老家伙胆大包天，竟敢偷听他们讲话，今天就把小命留下吧。说罢，不管老和尚的狡辩，发动功力射出飞剑。广智武功平平，差点领了盒饭。还是刘知三藏心思比较多，留他一命，看看有什么说法。老和尚微微一笑，他知道三藏一直视达摩为死敌，现如今正是好机会。两方人马联合起来，广智得到舍利子，三藏除掉达摩，此乃双赢，貌似有点道理。另一边，达摩正在为手下疗伤，同时思索怎么拯救女孩。他翻箱倒柜，找出一件袈裟，这是佛祖亲传袈裟，蕴含无上法力，水火不侵，刀兵难破。此去龙潭虎穴，正是需要这么一件防御至宝。大法寺门前，两个僧侣正在守门。达摩开启无双，直接碾压过去，逼问出女孩的下落，然后一棒将其打晕。老和尚也算是小心，密室的机关都藏在画像下。达摩小心翼翼在墙角偷看，然后打开机关准备救人，可不料这竟然是个陷阱。人一进去，墙面就开始发射暗器。不仅如此，女孩的床铺还会塌陷。随后一把大刀劈来，达摩慌乱躲避，直接被笼子罩住。老和尚哈哈大笑，最后还不是被他给抓住了，赶紧拿出舍利子，不然有你好果子吃。达摩伸出手，舍利子闪闪发光，老和尚看得目瞪口呆，达摩却没闲着，念诵咒语驱使佛陀法力，铁笼颤颤巍巍，最后直接爆炸。老和尚被炸飞，也算是罪有应得。随后达摩准备带着高小婵跑路，而刘知三藏早已等候多时，今晚他必杀你。双手一摊，就是一招大火球之术。达摩却毫发无伤，有着佛祖袈裟护体，他的肉身刀枪难破，水火不侵。三藏大吃一惊，随后和徒弟排兵布阵，使出六合飞剑。这一招学自蜀山，飞剑急速旋转，能开山裂石，断岳分江。可这又怎么比得上佛祖袈裟的防御呢？轰隆一声，飞剑倒飞出去，达摩也趁此机会跑路回家。三藏又惊又惧，愤恨不已，却又无可奈何。此事告一段落，达摩等人又过上了朴实无华的日常生活，女人小孩其乐融融，排除某个路人甲，简直就是一家三口的模样。只可惜云欲静而风不止，三藏等人屡战屡败，却仍旧不死心，借口聚拢王室风水，又在野外大兴土木，暗地里悄悄谋划小九九，眼空明里暗里敲打官员。这种大项目油水丰厚，你我狼狈为奸，必定能狠狠地捞上一笔。另外，这种大工程，古代都会杀几条龙，宰几头牛，现在的话，杀个妖僧就挺不错。话音刚落，河水炸裂，一条神龙冲天而起，达摩在高处缓缓走来，像是若有所悟。这神龙有灵性，别的
地方不去，专门往达摩的家里跑，可把女人跟小孩吓坏了，躲在屋子不敢出来。直到靠谱的达摩回来，才敢开门。这金龙究竟是什么意思？几人一路追随，眼看金龙出海入水，在空中化作一团金光，落地变成一个小屁孩。达摩懂了，这家伙想要舍利子，反正留着也没用，给他就是。高小禅摊开手，舍利子凌空飞起，融入小神龙的眉心，佛光护佑，必能证得无上道果。老和尚五次三番夺取舍利子失败，便又起了歪心思。虽然打不过达摩，但并不代表没有办法，反正没人见过舍利子，那么自己伪造一个不也一样吗？说干就干。大法寺迎接舍利子的消息很快就被散播出去，就连路边的小摊贩都知道了。迎接仪式异常隆重，走到半路，老和尚往天上一指，观音菩萨显露身形，把围观群众都给看懵了，纷纷下跪祈求菩萨保佑。只见菩萨一挥手，舍利子从天而降。大国寺的和尚见了不甘心，飞身而起前去争夺，宝物有得者居之，谁抢着就是谁的。围观的达摩寺人也开始起哄，场面顿时乱作一团。高台之上的广智被气得半死，怎么干啥都有人出来捣乱，这却是梁武帝身边一个姓萧的大臣所致。他知道大法寺跟大国寺都是酒囊饭袋，设局让双方狗咬狗，好找机会请来达摩。只可惜三藏屡次三番阻止，正面对抗谁也不是达摩对手。于是他也出了个歪主意。西域之中有飞天、秦娘两位美女，被称为绝世武者和天外之音，本领高强，少有人能匹敌，同属于北魏阵营。三藏身为北魏国师，自然有调动的权利，即便两个女孩心有不甘，也不敢明面上对抗，于是乎就来到了南梁，先是按照惯例魅惑皇帝，然后找机会对达摩下手。三藏派他的徒弟眼空协助儿女，可儿女却有着自己的考量。达摩一看就是得道高僧，而眼空呢，不仅利用幻术祸害村民，还抓走女孩威逼利诱，哪里是佛门弟子所为？可人在屋檐下，哪能不低头？当眼空在山洞里蹂躏三人时，达摩正在赶来的路上，见人就问有没有看见被抓走的兄弟。而很不巧，这些都是儿女伪装的存在，变化之术精妙无比，就连达摩也无法轻易看穿，还以为遇到了好人。殊不知对方在暗地里连他埋在哪儿都想好了。走到一处悬崖，达摩继续问路，对面的老丈趁其不备，一把将他推了下去。这一下还不完蛋，那可就小瞧男人了。达摩佛武双修，武道修为通天彻地，区区一处断崖，他左脚踩右脚，轻松降落，摆摆手就要继续赶路。儿女哪能饶他？飞天从天而降，挥舞着长袖大战佛陀。别看他是女儿身，战力一点也不差。两人大战300回合，达摩毕竟是得道高僧，功力深厚，堪称无敌。飞天被击飞，眼看就要坠落下去，达摩于心不忍，掌心一吸，将对方吸过来。两人掌心相贴，转着圈下降，恍惚中回到了前世。那时的两人也是这般恩爱。这飞天姑娘和达摩竟是有着前世情缘的恋人。直到舞娘的出现，才将两人从暧昧的氛围中打破。大胆妖僧竟然敢蛊惑他的姐妹，刚想发作，却被飞天拉住。错不了，这就是他的前世情郎。先放他一马。此时的山洞，眼空小秃驴嘿嘿直笑，欲要对高小禅图谋不轨，看得小四跟小宝睚眦目裂。这混球掏出邪门丹药，强迫女孩服下，眼看就要得逞。达摩及时赶到，这种行为简直是败坏佛门清誉，而对方倒也果断，扔下烟雾弹直接跑路。达摩救下了高小禅，可那毒药如同复古之躯，简直不要太顽强，除了解药根本没办法驱除。达摩没办法，只能回去寻找敌人。飞天姐妹很好说话，双方之所以敌对，不过是害怕达摩影响他们的地位。只要达摩回老家天竺，解药自然双手奉上。另外还有一件私事，那就是达摩必须和飞天度过3次情关，这是他们前世的孽缘。如果不去做，那么就如同心魔环绕，一辈子都无法成仙。得到达摩回复之后，姐妹俩前去狩猎眼空。这混蛋为非作歹，早就看不顺眼，今天不交出解药，就别想站着离开。双拳难敌四手，很快男人便败下阵来。只可惜三藏突然插手，毕竟是他的徒弟，犯错的只能由他处罚。这老家伙才不在乎什么道义，只是叮嘱徒弟下次处理的干净一点。飞天姐妹帮助达摩拿到解药，达摩也必须帮他一件事。两人端坐于凉亭，飞天逐步问出3个难题，达摩一一解答的同时，前世记忆也逐渐涌现。他本是天竺的王子，飞天是西域的公主，两人情投意合，一步步踏进爱情的坟墓，可最终却又在阴差阳错之下分散。如此过去了3世，愤恨之情哪怕转世投胎都无法完全消磨。看见达摩照顾高小禅，飞天的嫉妒之情瞬间涌上心头。哪怕知道这是孽缘，可就是忍不住想哭。这是他修炼路上的最大劫难，迈出去一步成仙，迈不过去就永世沉沦。
殊不知两人渡劫的时候，高小婵却又生起了心魔。达摩怎么和这个女人如此亲密？女孩很是心痛，她可没有飞天那样的修为，嫉妒之心越演愈烈。而达摩这边前世的记忆越来越清晰，两人的恩爱日常一点点涌上心头。哪怕以达摩的佛法修为，也不禁有些控制不住，飞天更是尤甚。她的好姐妹秦娘很是担心，一个臭男人哪里比得上她们姐妹的感情？要是沉沦在里面，简直贻笑大方。三藏在暗地里注视着一切，达摩不死，他寝食难安。作为同样从天竺来的僧人，他深知达摩的地位。达摩乃是禅宗27代祖师大弟子，是佛门正统，一旦发育起来，绝对不可阻挡，所以必须趁早解决。暗流涌动，多方人马心怀鬼胎，围绕着达摩你争我夺。那么最后谁才能笑到最后呢？下期视频为您揭晓。